中國經濟不是下行，是正在當眾爛尾。不是慢一點，不是調結構，而是老百姓不敢花錢，企業不敢投資，地方政府不敢動，整個國家一起裝死。12月15日，中國國家統計局把11月的數据一股腦丟出來的那一刻，很多人心裡其實都清楚，這一次真唬不住了。先說消費，11月份社会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只增長 1.3%。注意，不是個位數偏低，是直接對半砍，10月份還是 2.9%。這是解封之後最難看的一次。你可以不信情緒，不信段子，但你沒法不信一個事實。如果老百姓還有錢、有信心、有未來預期，消費不可能只有 1.3%。這不是消費疲軟，這是集體捂緊錢包，集體躺平。再看投資，1至11月，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 2.6%， 比前10個月跌得還狠。企業不擴張，地方不敢上項目，銀行的錢在賬上打轉，就是不敢流進實體。一句話，錢還在，但誰都不敢動。最慘的是房地產，1至11月，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暴跌 15.9%， 還在繼續擴大跌幅。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下降 2.8%， 而且沒有任何止跌信號。房地產這根經濟脊梁已經不是骨折，是粉碎性坍塌。為什麼大家突然都不動了？因為3件事正在同時壓下來。第一，老百姓沒錢，也沒安全感，收入增長慢，失業風險高，社保都低薄。你讓一個人連明年飯碗都不確定，他怎麼可能今天去花錢？第二，地方財政快被掏空了，土地財政塌了，債務像定時炸彈。現在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發展經濟，而是活下去，別出事。第三，通縮正在逼近，東西賣不動，價格不敢漲，企業利潤被擠成紙片，工資自然漲不動。官方嘴上還在說穩中向好，但現實是，所有經濟主體都在用腳投票。一個被刻意回避的真相，消費為什麼永遠起不來？有個數據，官方自己都不太愛提。中國居民消費佔 GDP 的比重只有大約 40%， 而發達國家普遍在 60% 以上。這不是1年2年的問題，是結構性畸形。中國這套體系從一開始就是重生產、重投資、重規模，輕消費、輕福利、輕普通人。說白了就是一句話：經濟增長靠堆項目，社會穩定靠忍耐。當經濟好，問題被掩蓋；當經濟一掉頭，所有代價都會砸回普通人身上。天天喊成消費，為什麼一句都落不了地？中央會議反覆強調提振消費內需主導，文件裡每一個字都很漂亮，但現實呢？稅負沒降，社保沒補，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沒改善，民營資本反而越來越謹慎。原因只有一個，真正掌握資源的是國有體系，真正被擠壓的是民營和居民部門。國進民退不是口號，是現實。在這樣的結構下，你讓誰去消費？讓不敢失業的人消費？讓被房貸、教育、養老壓着的人消費？這不是政策執行問題，這是方向性錯誤。就在數據全面轉冷的時候，官媒突然把中國領導人10年前擴大消費的講話翻出來，高調刊登，仿佛在說：你看，他早就懂了。可問題是，10年前你就懂，10年後卻搞成這樣，那到底是誰在空談？這一幕不是甩鍋成功，而是當眾露餡。更荒誕的還在後面，中央開始痛批地方數字注水虛假開工，可在高壓反腐之下，地方官員早已人人自危，能不動就不動，能拖就拖。經濟需要人承擔責任，
現實卻逼所有人選擇躲。如果把時間拉長，你會發現一個殘酷事實：中國內需起不來，不是政策失誤，而是體制自洽的結果。2015年，中國領導人就已經公開承認，最終消費才是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。這句話今天看沒有任何問題，問題在於說完以後整整10年，方向完全相反。現實發生了什麼？投資越搞越重，產業政策越抓越死，國企、平台、行政力量越擴越大，普通居民的收入佔比、議價能力、保障水平卻一步沒上來。一句話總結：嘴上講消費，手裡抓生產；嘴上講內需，行動全在擴權。為什麼國進民退一定會把消費掐死？消費靠什麼？靠穩定收入，靠對未來的預期，靠社會安全網兜底。而國進民退的結果是什麼？資源向國有部門集中，風險向民間和個人轉移，收益被上層吸走，壓力向下傳導，老百姓成了緩衝器，而不是受益者。在這種結構下，消費不是動力，而是被動釋放的剩餘。經濟好一點就多喘口氣，經濟一緊，第一時間被壓縮的就是消費。為什麼刺激政策越打越沒用？很多人還在等，是不是下一輪刺激就能救？但現實是，財政刺激和貨幣工具正在邊際失效。原因很簡單，地方債務已經高到不敢再加槓桿，房地產這條路已經徹底堵死，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，內外都消化不了，錢再往下砸，只會繼續流向國企、基建、關係項目，低效率擴張，真正該拿到錢的普通家庭反而越來越拿不到。失業率為什麼看起來不高，卻人人焦慮？官方公布11月城鎮調查失業率 5.1%， 聽起來不算嚇人，但問題是，這個數據本身就避開了最真實的那群人：靈活就業者、半失業狀態、被迫回家躺平的年輕人、不再找工作的中年人，他們根本不在統計裡。在通縮壓力下，企業最先做的不是裁員，而是降薪、停招、外包、拖欠，表面穩定，底層卻在持續失血。中國的問題從來不是人不願意花錢，而是不敢辭職，不敢生病，不敢失業，不敢生孩子，不敢消費未來的錢。當一個社會把所有風險都推給個人，再要求個人去當消費引擎，這本身就是邏輯自殺。為什麼現在突然開始追責反數字造假？因為數據已經遮不住了。當連注水都顯得尷尬，說明現實已經突破了敘事邊界。但問題是，壓責任、搞問責只會讓系統更僵，官員不敢決策，資本不敢下注，居民不敢花錢。這是一個全面風險厭惡化的社會狀態。中國經濟現在最可怕的不是斷崖式下跌，而是慢性失血，消費長期低迷，投資效率持續下降，人口結構快速惡化，外部環境持續緊張，所有發動機都在同時熄火。而最致命的是，沒有一項改革真正指向讓普通人過得更安全。最後一句話送給還在等反轉的人：如果一個國家把老百姓當人礦，那他最終得到的只會是一個沒有消費、沒有信心、沒有未來的社會。中國經濟今天的困境，不是意外，不是週期，而是10年選擇的總和。這不是暫時難一點，這是路走到頭了。